各位好，我是老岳，制裁小站。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。英伟达昨天宣布和 Apollo、BlackRock、Blackstone、Brookfield、Goldman Sachs、KKR 6家机构签了合作备忘录，目标是以后为 AI 基础设施组织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。喜欢这类把资金关系讲明白的内容，可以订阅频道。这个数字很大，今天我们就看4件事。这是谁的钱？谁借钱？谁买 GPU？ 最后又是谁来还钱？目前真正签下来的是英伟达分别和6家金融机构签的 MOU， 也就是合作备忘录。它表达的是大家愿意建立融资平台，寻找项目，设计资金方案。它还不是一张5000亿美元的贷款合同，钱没有因为这份公告就打进谁的账户。英伟达自己的公告也写明，这些合作还要等最终协议签署。所以今天的约束力比较低，方向意义大于当期收入意义。我就举个假设例子，假设一家像 CoreWeave 的 AI 云公司要建一个100亿美元的机房，这个金额只是为了方便解释，不是公告已经点名的项目。养老基金、保险资金或者主权基金不会把服务器买好以后免费送给这家公司，他们通常先把钱交给 BlackRock、Apollo 这类管理机构的基金或项目工具，再由基金和 AI 云公司签正式贷款、租赁或项目融资合同。如果是贷款， AI 云公司借到现金，自己买服务器，以后还本金和利息。如果是租赁，项目公司可能先买下 GPU 和服务器，再租给 AI 云公司， AI 云公司按期付租金。两种方式看起来不同，经济关系一样，金融机构提供资金，项目取得设备使用权，运营商以后用经营收入还钱，设备不是白送，风险也没有消失。项目拿到融资后，通常像戴尔、超微这类整机厂或系统集成商采购设备里面使用英伟达的 GPU、网络和软件。英伟达是卖方，也是把金融机构和客户拉到一起的平台组织者。为什么新闻要写英伟达？因为这6份 MOU 的合作方就是英伟达。公告也明确说，资本池面向英伟达客户，并要把英伟达计算平台做成可以融资的资产。不过公告没有披露排他条款，所以不能说这些钱只能购买英伟达 GPU。AI 云公司拿到机器以后，再把算力卖给模型公司、云平台和企业。模型公司付算力费，企业付软件费或云服务费。AI 云公司收到收入，再拿其中一部分还贷款或付租金。普通消费者可能也在付钱，只是通常隔着好几层，比如订阅 AI 产品，或者使用已经包含 AI 的办公软件。整条链最重要的不是 GPU 能不能买到，而是机器开起来以后有没有客户长期付费。这些金融机构不是无条件帮助英伟达，他们可以赚利息、安排费、管理费，也可能通过持有股权或把贷款打包卖给其他投资者取得回报。他们真正关心的是项目有没有长期客户，现金流能不能覆盖利息，设备能不能抵押，出了问题以后谁先承担损失。金融机构不需要相信所有 AI 公司都会成功，只需要把每一个具体项目做得足够安全。我们可以看一个已经落地的对照。2026年6月Apollo 公布 Broadcom 的 AI XPV 交易，初始规模350亿美元，写了跨多年提款安排，点名 Anthropic 超过1吉瓦的算力扩张，还写明从2026年中开始，并以合同现金流作为融资基础。再看这次英伟达公告，没有每家金额、借款人、利率、抵押品、提款期、最低 GPU 采购额和截止日期，2份文件一对比，合同印不印就很直观了。所以5000亿美元更像长期目标上限，还不能当作已承诺资金，更不能直接算成英伟达订单。未来有一部分项目落地，我认为可能性不低，因为市场上已经有更具体的 AI 基建融资案例。可是全部5000亿美元能不能落地，我没有办法给一个可信概率。公告只写了以后逐步组织资金，没有给年份，今后每个项目仍要单独审查，最后签约提款才会变成真钱。我个人长期还是看好 AI， 不过消费端的价格现在并不好定。像我这种重度用户，固定订阅给我的使用量很多，
我付的钱相对少，轻度用户只是偶尔聊天，免费版本可能已经够用。如果完全按量收费，按我自己的使用强度出算，一个月可能接近10000美元，我肯定承受不了。这个数字只是我的个人估计，不是行业统计。如果固定订阅大幅提价，我也可能减少使用，甚至停掉。这里我也修正一下自己的说法， AI 不太可能完全照搬传统软件，只收一笔固定订阅，传统软件多卖一份，新增成本很低， AI 每多跑一次推理，仍然要消耗算力和电。更可能的结果是混合定价，轻度用户留在免费层，普通用户付固定订阅，重度使用超过额度以后买 credits 或走 API， 企业再按席位、容量和长期合同付费。现在的官方产品定价已经能看到这种分层。从基础设施这一层看，近几年承担主要账单的更可能是大型云平台、AI 云公司、模型公司和企业，不是个人开发者直接去买成千上万块 GPU。英伟达的年报也显示，两家没有点名的直接客户分别占总收入的 22% 和 14%， 说明采购本来就很集中。不过年报没有说这两家是谁，所以我不能直接把他们写成 Google 或 Microsoft。我的判断只能到这里。大公司和企业客户会比普通个人更早承担大额算力支出。这些大公司财务实力强，确实可以把建设期拉长，也可以先投入，再慢慢找商业模式，这是我总体偏乐观的原因。可是资金充足只能买时间，不能替代最终需求。举个例子，一家公司用 AI 客服每年省下的钱超过软件费，他会继续买。如果 AI 只停留在演示，既没有增加收入，也没有降低成本，预算迟早会收紧。金融可以把未来收入提前变成今天的建设资金，却不能凭空创造未来收入。接下来不必天天盯5000亿美元这个总数，可以看6项更实在的东西：有没有最终协议，每家承诺多少，有没有点名借款人和长期租户，利率、抵押和残值支持怎么写，项目实际提款多少，最后形成多少英伟达设备订单。这6项逐步出现，新闻才会从方向信号变成财务事实。我的总体判断是 AI 长期仍有发展空间，这次合作也说明长期资本愿意研究 AI 算力这类资产，对行业信心是利好，对英伟达也是直接利好。对5000亿美元本身的约束力，现在还要保守看，风险不会消失，只会从英伟达客户的资产负债表转到基金、贷款人和长期资本手里。以上是个人观点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